如果苹果有春季发表会，到底会有什么产品呢？15寸的 MacBook Air， 然后非常急需要更新的 iMac， 那还有现在处境有点尴尬的 Mac Studio。但是我个人最在意的可能是这个新的 AirPods。黑到苹果爹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讲很多人在问的，到底春季发表会什么时候会来，或是会不会来？那如果会来的话，里面会有什么产品在里面？好，但是在讨论那个部分前呢，我们先跟大家说 iOS 16.4 的版本终于推出了。那以下是几个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功能，我有在我的 IG 同步贴文更新。那第一就是在选择不同专注模式的设里面，终于可以设定到水显萤幕。那第二呢，就是它的 Web App 也终于支援了推播通知。举例，比如你有一个餐厅排队的 App， 那如果你把这个 App 加到你的桌面上的话，只要它有设定支援，你就可以在里面得到推播通知。比如说可能还剩下10分钟，你的座位就要准备好啦，或是提醒你前面还有几组需要等待。那第三呢，就是语音隔离的模式。那这个先前可能在 FaceTime 的这个通话里面就可以设定啊，有使用过的人应该知道它的隔离效果跟降噪效果算是非常的厉害。你一开启之后，对方基本上完全听不到你背后的白噪音跟底噪音。现在在一般电话的通话模式也支援了这个功能。第四，你们知道在先前的项目里面，它可以自动侦测重复的照片。那现在这个功能呢，终于也支援的 iCloud 共享的相簿。那这个我觉得很实用，因为通常是在共享的相簿里面，你们可能重复上传一些你已经传给他的照片啊，或者你忘了自己上传过什么照片，那现在都可以直接在里面一键合并。第五，多了21个 emoji 的图示。那我个人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姜的图示吧，但我想不到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图示啊，但是就是蛮喜欢的。那我们也会持续测试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是不是更耗电啊，或者还有什么问题的心得，或是你们有更新过的人有什么想法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关于这一次16.4全部更新的功能呢，在苹果妹的频道有做更细节的讲解，大家可以再去看咯。OK， 那苹果照理来说，在春季会有一些新产品发表，那也会搭配一个像是小型的产品发表会。那这次到了4月也还没有来，但其实先前也有这样的先例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整理一下外媒的所有消息，还有最近几天有发出来新的爆料更新。那目前呢，第一个产品就是有最多消息显示到的。那先前也有提到这个15寸的 MacBook Air。关于这边呢，郭分析师也有提到这个产品，他讲到说他觉得应该会在今年第2季的时候上市。那第2季当然就是4月开始嘛。他还说他觉得这个产品有机会也搭载到 M2 Pro 的处理器，但这样感觉起来好像有一点上打到14寸的 MacBook Pro 或者16寸的 MacBook Pro， 但是它带来的优势就是机身可能更轻薄，那带来的劣势就是它可能没有支援那么多的传输孔。那他还认为这个产品不一定会叫 MacBook Air， 可能是一个全新的型号。那我认为这样的产品绝对是有它的市场在。但我们先前有提到，我个人觉得比较有可能的是搭配一个全新的 M3 处理器，因为其实 M2 的处理器在去年6月就已经推出了嘛。那如果等到现在推出一个全新的产品线，只搭配 M2， 感觉好像是有点可惜。但是如果你是要出一个介于中间的产品，它只搭配 M2 Pro 的话，少了 MacBook Pro 的散热风扇，可是用更大的机身跟机体去帮助它的散热，或许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但同时我们可以预想到，它的效能就不可能像 MacBook Pro 的系列这么强，或许这也是苹果区分产品的一个方式。那对我来说呢，他们可以放进 M2 或是 M3 处理器，在一个机身萤幕相对比较大的机体里面，然后散热上或许有点加强的情况下，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让我蛮期待的产品。好，那下一个就是 iMac。那这个产品真的是有点尴尬，因为去年在推出 M2 版本处理器的时候，我们预期或许很快的他们也会更新 iMac 的产品，但是你现在如果进到苹果商店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 iMac 还是搭配 M1 的处理器，感觉起来超不合理。那我们知道 M2 并不算是真的一个新的世代处理器，它比较算是一个加强版，所以呢，这样看起来，我觉得如果这一台新的 iMac， 然后配合15寸的 MacBook Air 一起使用 M3 的处理器来讲的话，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方式。但是除了处理器之外呢，我觉得 iMac 还有很可惜的一点，就是它的萤幕尺寸现在还是一直停在24寸，而没有提供更多更实用的，像是27寸啊，或是32寸萤幕的版本。那再来呢，就是 Mac Studio 的更新，现在也是一样停在 M1 Ultra 的处理器，那也是蛮急需要来提升一下到不管是 M2 Ultra 或是更高阶的版本。那先前苹果一直说了2年内的全面大换血，那现在还卡着一台 Mac Pro 没有更新到 Apple Silicon， 觉得这台也是非常有机会啦。如果苹果没有完全要打掉这个产品线的话，那可能会在6月的时候机会比较大。好，那前几天我发了一篇贴文，就是关于现在大家在 iOS 更新里面找到2款新的无线耳机，其中一款呢，依它的型号看来应该是 Beats 型号的，那另外一款呢就是 AirPods， 而且是一个有保护套或是保护壳的，所以依这个线索看起来好像每个 AirPods 都有，所以也可能是其中任何一款。那关于上一篇的贴文到现在其实有一些更新出来，那我今天
就把所有的可能性先列出来后，那第一点就是在我贴文里面提到的，它可能会是 AirPods Max， 因为这个是一个已经到了更新周期的产品，尤其在功能性上面，它已经是 AirPods 里面唯一应该支援无损的一款。它是头戴式嘛，然后有最好的音质表现，最贵，然后又可以有线使用。但我觉得苹果当初在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，可能比较偏早期了，它可能还没有完全为了无损音质这一点去想到。那现在它唯一的连接孔是 Lightning 的连接孔，那同时也是它的充电孔，而且似乎在它有线传输的这一点，不管是它的资源性或是它频宽，也是他们先前没有考量到的，所以造成苹果在推出无损音质的规格之后，也没有办法支援这一款耳机。那我个人觉得现在的更新有可能会针对这一点。那刚好啦，现在也看到 AirPods Max 在全球后，它的出货的时间都推到了4月中之后，这样的现象通常就是可能这个产品有新版本要更新啊，或即将有全新的产品线要出来。但是以台湾的商店也是一起向后延的情况看来，因为台湾的 AirPods 通常比国外发表的时间还要更晚很久才会推出。那有没有可能它只是一个小更新，可能只是把它的充电孔改为支援 USB Type-C， 或是单纯的更新让它支援无损音质，还是说可能只是有新颜色？但我个人认为啦，应该是要可以支援无损音质是比较有可能的，因为同时间苹果也为古典音乐推出一个单独的 App。那第二个可能性呢，就是郭分析师所说的，他认为只是一台 AirPods Pro。那 AirPods Pro 2不是才刚更新吗？为什么现在又有？那依他的讲法，这个会是一台支援 USB Type-C 充电孔的 AirPods Pro。那某方面来讲是合理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底的 iPhone 15全系列应该有很大的可能性都会支援 USB Type-C 的孔。但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先推出一款 AirPods 去做这样的更新。到那个时候是要有 Lightning 的版本跟 USB-C 的版本两个一起卖吗？那以我自己来讲，用 AirPods Pro 的话，我都是用无线充电的方式啊，不管是用 MagSafe 或是用苹果手表的充电器，有线充电倒是真的还蛮少用的。那我本身也不会因为它更新了 Type-C 的版本而再去买一台。或许对在等待的人，或者觉得说，今年要一个全线产品都更新到 Type-C 的人来说，这一款在现在推出应该会是不错的选择嘛？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想。好，那再来第三个说法呢，就是这个会是一台更新的 AirPods 第2代。OK， 那我知道 AirPods 有推出第3代，但是我们这边讲的是旧版的 AirPods， 就是第一款的那个样式的 AirPods 可能会推出一个新的版本。那这可能性或许偏低，可是以我个人看来，我是非常喜欢那个版本的 AirPods， 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耳型的吻合度啊，还有佩戴的舒适度来讲，都是在我个人的耳型上来讲最吻合的一款。然后它几乎也不会从我耳朵掉出来，所以我自己心里一直默默期望苹果推出一个新的版本，可能在音质上面加强啊，功能性上面多一点啊，可能在充电的方式再提供像 MagSafe 或是在苹果手表充电器上面充电的模式。那其余的部分我其实没有要求太多，就是一款舒适然后可以拿来讲电话的 AirPods。那所以这边有这3种可能性，你们大家觉得会是哪一种，或是你们大家对这一款新的 AirPods 可能会是这样的产品有什么看法，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如果我们要以这个 AirPods Max 现在目前可能延到11月中之后出货的时间点来向回推说，苹果的这个春季发表会有没有可能就在这个时间点？那我觉得如果会的话，或许是在4月的第2周左右。那不管它是一个实体发表会，或是一个线上发表会，或是简单预录的影片发表几款产品，那到时候我们有任何的更新或得到任何新的消息，都会再回来这边跟大家分享，或者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我现在会发比较多贴文啊，或者限动在上面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。好，那最后大家可能会讲这个询问度很高的穿戴式装置，算是 MR 的眼镜，那这款我也是非常期待，尤其这种革命性的产品，苹果怎么去定义它？那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，如果佩戴这种 MR 的眼镜，如果你真的要解放双手，我觉得语音助理跟对这个人类话语要求的了解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。那会不会在这个产品线上面，我们看到苹果真的有一个非常大进化的 AI 助理 Siri 在上面？这个部分可能是我最期待的。但这个会不会比较有可能放在6月的开发者大会上面一起推出呢？或者它可能有必要有一场单独的发表会？那可能就像先前 iPhone 跟苹果手表一样，这种革命性的产品先有一个预热型的发表会，然后跟你说可能在半年后才会推出。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。OK， 好，那大家关于这些消息有什么想分享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或是你有什么内部消息想分享的话，也可以去私讯我的 IG， 那我可以在上面跟你讨论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